今天要分享的这起案件呢，也是当年轰动全新加坡的一起恐怖凶杀案。不是因为它是一起谋杀案，而是因为这是一起分尸案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女嫌凶犯下这种残忍的事呢？真正的起因竟是为了那2000块钱的新币。事件是发生在1974年的5月9号早上。而这起案件呢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是全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以来的第一起分尸案。当年我还没出生啦，若说错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一下。当天的早上，当年53岁的 Quek Lee Eng， 她是一名富商的老婆，同时也是 Tantins 的负责人。她在5月9号的早上约8点多时呢，告诉他的儿子，他去找他的弟妹，也就是当年44岁的 Sim Joo Kyew， 商量一些事情之后，他就出门了。那也是他的儿子最后一次见到活生生的妈妈。那天 Quek 女士呢，因为出门很久，一直都没有回到家，她的家人就一直等，也无法联络上她。打到他弟弟的家，也没人接听，因为当时呢没手机嘛。于是他的家人就决定报警了。虽然要失踪超过24小时了才可以报警或报失踪，但是当时新加坡警方就接受了他们的报案，也把 Quek 女士列为失踪人口。当天，沈女士也就是这起事件的嫌凶，她在干案后就告诉了自己的女儿。不过沈女士并没告诉她关于 Quek 女士的事，也就是说，当时沈女士的女儿还不知道她的妈妈犯下了滔天大罪，也不知道她的妈妈的大嫂已经被谋杀了。她当天早上在犯了案后，就告诉了她的女儿2个不同的版本。第一个，她对自己的女儿谎说的是，她说她当天其实约了 Quek 女士和一名男性友人，在一个巴士站见面，谈一些金钱的事情。他也说，当他和 Quek 女士在等那名男性友人时呢，有一辆车突然停在他们的旁边。Quek 女士要他陪她一起上车谈，但他不肯。而他对他的女儿谎说的第2个版本就是，他说当天其实 Quek 女士和一名男子一起到她的家来谈一些事情，结果 Quek 女士和那名男子吵了起来，那名男子突然往 Quek 女士的脸颊挥了一拳。沈女士还说，那名男子用了一把刀向 Quek 女士砍了一刀下去，而正当她想过去帮忙阻止时呢，却被那名男子打了一拳，之后她就跑出去了。但当她回去时呢，却发现屋里没人。沈女士向她的女儿说了之后，她就被叫到了警局当证人和录取口供。因为 Quek 女士最后出现的地方是沈女士的家嘛，结果她想要告诉调查官另一个版本时呢，她的女儿刚好在门口，并且进去审讯室打断了审讯，并叫沈女士妈对查案人员说实话啦。调查人员于是就到了沈女士的家调查，但当时他们没见到任何的血迹或是任何的疑点，所以当时他们也没证据说沈女士与她的失踪有关，所以他们就没逮捕和提控沈女士，因此他们就收队回警局了。到现在为止，Quek 女士还是被列为失踪人口来调查。但在5月11日的早上，也就是 Quek 女士失踪的2天后，有人报警说在 Aljunied 的一间回教堂发现了一双被肢解下来的脚，而警方也迅速地赶到了现场进行调查工作，而在场的法医也当场确认了那双被发现的脚是属于女性的，而且被切除的时间不到24小时。
因此警方联想到了失踪者邝女士，怀疑，这双脚会不会是和失踪的邝女士有关呢？不过到底是不是，还得做进一步的化验和调查。在同一天里呢，沈女士她的丈夫就回到家，她在储藏室时也发现了有血从一个瓶子里流了出来，跟着她也闻到了一股臭味，而那名丈夫他也跟着报警咯，担心若他的妻子与 Craig 的失踪有关的话，他也只能大义灭亲了，绝不包庇。那么警方呢，一抵达沈女士的那间双层排屋时，警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与搜证工作。这时警方他们就上去到2楼的一间房间时呢，就闻到了一股非常呛鼻的味道。因为事隔2天了，所以味道已经藏不住了。因此沈女士当场向特别罪案调查组的调查官承认了一切。她向调查官描述了案发过程和所有的经过。调查人员也在房子里的2楼，靠近厨房的那一间房间找到了邝女士的torso手的其中一半，被一个购物袋包着；而在1楼也发现了另外一半的torso手，也是被一样的购物袋包着。后来，调查人员当场也以谋杀罪名将沈女士给逮捕了。后来，沈女士也带他们到其中一间房间，房间里有邝女士的衣物和她的手提包。当调查官正要收队回警局时呢，他们接到了一个报案，指在家人和那有不明的血。沈女士也承认了，她把头颅和手臂装进一个箱子，然后丢弃在家人河那。因此警方就把沈女士带到了家人河。当他们抵达家人河时呢，有一部分的河已经被染成了红色。他们确实看到了那个箱子，他们就将那个箱子打捞上岸。打开一看，果真有一个头颅和手臂，但还是得做更进一步的化验来确认一下身份。那么他们回到警局时呢，沈女士也向调查官坦诚了一切。她当时约了邝女士到她的家中，沈女士也因为欠她2000新币而和邝女士吵了起来。沈女士她还说，邝女士打了她一拳，她才错手用刀将邝女士给捅了一刀。当她见到邝女士一动也不动时呢，她因为想要尽快处理掉她的尸体。那你们知道她的肢解灵感来自哪里吗？她向调查官说，她的灵感其实是来自巴沙里卖鱼的小贩，她也是用了他们切鱼的方式来肢解尸体的。之后，她也就被还押在板桥医院做心理评估，不得保释。5月13日，她的案件就开审了。当天就有约500名公众在庭外，他们想要看一下到底是谁会那么残忍。那么在1975年的1月27号呢，当天也就是沈女士她的判刑结果出炉了。沈女士她并没有被判处死刑，她的谋杀罪名并不成立，不过误杀罪名和毁灭证据的罪名成立。不过她的判刑却判得很轻，不是被判终身监禁，只被判了10年。这也是新加坡在独立之后的第一起分尸命案。当时我也还没出生所以也不是很清楚，网上的资料也没说他为何会被轻判。知道的可以留言告诉我一下，你们认为他应该被判死刑或是终身监禁吗？还是他的判决很合理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。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的话就点一下 like 吧，留言和把影片分享出去。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咯，拜拜。